个实时配合。这种我自己我的，那些我也我得做到。2015年，在中国苏州举行的世乒赛出现了很多经典的比赛。这届世乒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，马龙开启了属于龙的时代，直到现在还未落幕。许昕对方博，张继科对方博，小胖对波尔，龙胖，最后决赛都值得一看。许昕手感出众，步伐灵活，跑动范围大，在中远台有着极强的周旋能力，打破了人们对传统直拍的认知，常常惊呼原来还可以这样。张继科技术全面，球技以暴力美学著称，个性张扬，桀骜不驯，反手实力冠绝天下。日本队总的来说，他们的实力在当时的日本是突出的，两位小将发挥得很好，给中国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，也让刘国梁惊出一身冷汗。双打的魅力在于两者的特长都能够得到发挥，同时短处又可以相互弥补，能相互为对方创造得分机会，从而形成1+1大于2的效果。如果配合的不好，各打各的，那就是纯粹的拼个人实力了。许昕被称为双打之王，他避开了反手直接对抗，有正手圈台跑动能力，而双打恰恰需要这种跑动能力、正手能力。许昕呢，现在也在逐步的找对方的路。大球，拉起来，大球。10比9，大岛接发球由拧变为搓，许昕准备退台反拉，被晃住了，上步就慢了。现在第二局开始，许昕发球。赛的投入性，他是单打为主。对我们目前的双打呢，因为从2比2，小左手拧拉直线，双打中拧拉威胁大，关键在于落点刁，突然性强，接起来站位也需要配合。这张继科和许昕他们的部署，漂亮发球。大岛又再接发球，4比4，日本双打坚决不退台，借力打力，速度衔接上给了中国队不小的压力。5比5，继科回摆过高，小左手反应很快，上手挑打。双打中的挑打威胁是很大的，上台后接球方被动，队友来不及后撤，小左手靠挑打得了不少分。积极性，啊，漂亮。7比7，许昕接发球处理得好，这一点为双打增添了不少分。来短，反拉，哦，连续2个擦网。许昕拉球擦网，大岛未接上许昕的球，正手调节一板又擦网。哦，连续2个擦网。你如果平时，我们先看比赛。8比8，张继科的反手非常霸道，反手的拧抽常常一板过。8比10，张继科接发球移动中的拧拉难度很大，如果拧拉有停顿，对手再打相同落点，许昕接球的空间和时间都少了。那么中国队呢，现在又返回了一局。我们看到许昕和张继科现在呢和小将是真拼。第3局0比1，日本队死站在中近台拼落点、拼衔接速度，中国队退台加强了力量和旋转，最后张继科拉出更大的角度。的精神上是吧，敢于向老将发起冲击，不畏强手，这种对目前也在向中国队学习一些我们的训练的一些理念。在前几天刚刚结束的德国公开赛上，日本队14岁的这个风格，对，都是比较灵巧的。对，现在张继科发球。大岛又再接发球，正手，这个范围比较大。5比6，日本队出手很果断，面对许昕挑打，自己坚决发力不退台，一旦上台威胁更大。其实就是没有防守，是吧？这种概念呢，已经成为我们所有运动员了。知道你发的不转，对方可能挑打，然后他要反拉，走，对，挡一下，这双打又好的，摆短。这个前3板呢，不断的这个再延伸下去，是吧？也可能。所以你像刚才那个侧身抢拉就非常凶，又来了，拧一板。或到单打，它都是需要不停的在转换的。我说我们打完双打，你要调台。短的，对方拉起来，形成相持。
6比2，大岛拧拉就是停在正手位拧拉，季科反拉力量大，球转。现在相持。后呢，再逐步的去适应，因为作为这两手的一些使用上，可能相对的就稍微的粗糙。许昕拉起来，形成对拉。7比7，拼硬实力，中国队还是不怕的。日本队还需要从落点上的变化、相持速度上面进行得分。形成对拉。我也拼，所以这个老将能够拿出那个年轻运动员那个劲儿，这就是短的张继科挑起来。8比8，许昕拉出很大的角度，原因在于侧身空间大，反形稍外展，对吧？日本队森原正崇，短的，哦呦，这个球摆。9比9，能接上擦网的球，除了反应能力外，还需要盯球、2次启动。接发球。10比9，大岛发球半出台，这一球最难受的是落在正手大脚，球不容易出台，不好处理。说是这次世锦赛的双打的最热门的人物啊，但是遭到了日本队年轻。第5局1比0，季科边走边拧，这实力称为世界第1拧拉是没问题的。因为日本队这2名小将呢，现在看来搏杀非常凶，是吧？无论台内球啊，包括在这种台。2比2，日本队连续2板都是相同的落点，打到了许昕正手空当。漂亮！张继科接发球拧拉，得分这种能力。5比5，小左手穿直线打得真的好。双打发球前有一个简单的战术安排，有语言的交流，有的靠手势，运动员的习惯都有不同。大拇指上翘是不转上旋，小拇指转的短的下旋，食指长的极长不转。冠军被他们冲击，但是有的时候看不出被冲啊，他们也在反过来也在拼命的抢，拼命的拉，走。7比7，不难看出日本队进攻发动快，配合默契。许昕季科退台反击，容易被落点牵制。今年20岁，短的，漂亮！哎呀，8比9，季科拧拉角度质量要求高，导致失误，到关键分就想拧穿对手。9比9，许昕倒地反拉，击球前有个找点的停顿，节奏把握得很好。挑打，9比10，许昕暴挑被防回，小左手硬碰硬不退台。在21岁的大岛佑哉发球，10比10，许昕反手拧拉，小左手侧身反拉斜线，速度和落点都非常漂亮。现在许昕发球，森原正崇接发球，张继科摆短，许昕抢拉。11比10，小左手倒地反拉，许昕这板拉球质量不高，弧线不长，给了对手发力的机会。绝路上的时候呢，首先心态要好，再一个还是要主动出击。摆短，漂亮！第6局3比4，许昕侧身拉直线，这板落点很巧妙，给直线追身，对手变得很难侧开身了。漂亮！这高质量球出来了，高质量球出来，你一赢，那么紧接着越来越被动。对，你看这2个，现在比赛继续进行，6比8，拧拉，漂亮！大岛佑哉接发球，这个挑打控制的不错，对拉，好的，再来。9比10，许昕季科配合默契，相信对方。许昕扑正手位，拉斜线，季科侧身拉直线，最后许昕超级反拉。决胜局第1球，张继科接发球抢拉，开局不仅要开好，而且还要把气势打出来，避免崩盘的局面。现在非常出色，摆短。
0比1，张继科接发球冒高，大岛抓住机会上前敲打。大岛又在接发球，许昕侧身抢拉高吊。1比2，大岛摆短到小三角，许昕拉高吊擦界出网。2比2，肖左手上步挑打没有出质量，张继科侧身冲斜线拉穿对手。接发球，投一长的。3比4，许昕开长球限制对方拧拉，也准备抢攻，小左手突然变化到季科中间，季科被迫拉下降点。许昕接发球，许昕拧拉5比4，许昕拧拉直线非常大胆，决胜局打出一些变化，特别是很少用的战术，往往让对方陷入被动，现在5平来不及反应。5比5，季科正手搓长，小左手球的弧线低，下降快，许昕侧身来不及，没有拉实。摆短回摆，漂亮！好的发球。7比8，小左手非常拼，坚持拧拉，回摆占不到便宜，主动进攻，再次拧直线，角度很大，也很突然。摆短，回摆。8比8，日本队在回球落点上处理得很好，2个大脚吊开了对手，然后小左手正手抢拉大角度。9比8，许昕拧拉直线，张继科世界排名第3。摆短，侧身抢拉斜线。10比8，许昕侧身抢拉直线，在摆短中不犹豫，看到出台就是进攻，这也离不开强大的心理素质。大岛又在接发球。10比9，季科摆短虽然有些高，但是很短，小左手想继续挑打，结果已经错过了最高点。张继科拧，张继科发球。出了非常强大的这种冲击力，这也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。这个适配合，这种么的机，么的，那咱现在不能么也么的，是吧？